我们4个北漂同事决定合租一套4合院。先看了一套独门独院新装修的房子，看着跟样板间似的，但是我们4个人这一张床也住不下呀，就这还要2万4。第二套方方正正的还挺好，屋顶还有个露台，就是这啥家具都没有，还要3万5，这性价比真有点低呀。第三套便宜是便宜，一个屋1个月4000块，4个人4个屋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但是这怎么看着有点像宿舍呢？真是没想到找个房子还这么真根了。今天是我们看房的第2天，4个人就出现了分歧，都是因为这2套房，一套是胡同里现代风的小院子，离地铁近，4室1厅2卫，阳光房电动开启，屋顶还有一个露台，中介可以直接给安排到拎包入住的状态，1个月3万4。第2套中式风格，前后套院，5室1厅2卫，其中一个是储藏间，还有个露台。缺点就是房屋老旧，墙壁反潮，壁纸也破损了，很多地方都老化，主要是价格便宜，1个月1万8。2个人喜欢现代风，拎包入住很方便；2个人呢又喜欢中式风，价格便宜，空间还大。你们说我们应该选哪套？我们刚刚看到一套又大又破的院子，听说这个房子得有20多年没人住过了。中介说像这么大这么破的，一般在7、8千可以到手，但是这个房子估计也就值5、6千，因为他们家有7个房东，而且其中1个人还在国外，具体是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想捡漏租这套房，得搞定7个房东，我们4个再稍微出点钱收拾收拾，那也比租其他房子省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我们4人集资1万块，准备用1个月时间把它从这样改造成这样。哎呦我去，这不会是古代的那个青砖吧？别想了，那上家租户留下来的。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发霉的墙壁清理掉，刷个大白，好干干净净住进来。我们4个人从中午1点干到下午7点，整整6个小时，中间没吃没喝没休息，只清理了1个房间。好，但是一张完整的墙。装修工人的活真不是好干的，为了省这点钱，我们几个真是拼了，太累了。昨天用了1整天时间才撕了1个房间的墙纸，还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房间，晚上做梦都在撕墙纸。今天说什么也不想撕墙纸了，我们今天决定把小院的垃圾和落叶清理干净。没想到，你干嘛呢？在北京2环租了一套4合院，有个工长朋友就是好，小哥一早就来帮忙给铲墙皮了。这些墙面起皮酥掉的都要铲干净，后续还要刮腻子、上墙布。别的不说，就这工具看着就好用。小哥在屋里忙碌，我们几个在屋外也没闲着。早就看见有一口罩，就这么1个小花坛，我以为也就点杂草，没想到就是一个垃圾堆。清理掉这些杂乱的东西，整整用了1上午。整个过程虽然脏乱，但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干净的门厅，大树也有了一个舒服的环境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中午简单吃点饭，说我们这个桑拿吊顶它看着极其不舒服，要拆了送我们一个简单干净的顶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有了工长小哥的带动，我们干活也更加卖力气了。撕玻璃膜，清理小花池，清理小院墙壁。经过1整天的折腾，原本破旧的小院现在让我们弄的真的是家徒四壁，是租之前的样子。这是我们租了1个月之后的样子。我就半天没来，这怎么全空了呢？这么大点的脚法，我们把这块空间种上花作为花圃吧，这块我想着都给它铺成鹅卵石。没住成，现在反而拆得七七八八的。今天终于到了可以安装的部分。卧室的这个桑拿吊顶拆除后，要重新安装吊顶、搭架子、切板子、固定、找平之后再刷大白。糊墙刷大白还需要上底胶、找平、刮腻子，腻子干了之后才能刷最后那一层大白。现在天冷了，这不说估计还要多晾几天。这哪是在收拾房子呀？这妥妥的是在上实战装修课。再等2天，墙面干了之后，就可以真正拥有一个干净的4合院小屋了。离我们目标的小院有多远？没画上。A 工程与 B 工程从两边开始施工，到中间，哎，请问多久可以施工完？好累哦。噔噔噔噔。
棵大树现在好看吧？那棵粉的呢？谁该能谁能吧，我反正是不能。那棵蓝的呢？我突然觉得蓝色也不太好看，这个挺好的。那也巧，今天我刚刚扫的院子，刚好又来了2个粉丝来玩，又刚好来了一车铺地面的石子。多，那可不嘛，这点东西2吨半。2吨半。对，我服了，你别办，你他妈不耽误时间吗？你我这怎么弄？你看他现在都拎不动，我服了。你别耽误我事儿。你说咱俩今天要是不来，他车怎么弄？这是。哎，大哥，你身上都脏了，我身上都是土。你们还得回去上班啊？那辛苦你们了，拜拜。发个红包啊！拜拜。我们这个小院有一个破旧的楼梯，我们决定把它从这个灰扑扑的样子改成彩虹色。话不多说，开干。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房东要把一个好的楼梯再铺上一个垫子呢，以至于原本就破旧的楼梯现在变得锈迹斑斑。简单的清理之后，又发现楼梯下面实在是太脏。身为一个强迫症硬化选手，我怎么能忍？我刚还说洗着抹布把这个拆开了，我就在这个后面的卫生间发现了这样一个高压喷枪，意外的在房间发现了一根高压水管，准备把楼梯冲洗一遍。在我一番整理尝试后，我放弃了，这传的太厉害了，整个都窝在这里，我手根本就出不来了。我还是拿抹布擦吧。针对于楼梯的锈，我尝试了用砂纸打磨，用角磨器打磨，换了个角磨器继续打磨。这个锈牢牢的在上面一动不动，最后一桶底漆搞定了。等了一晚上，彻底晾干之后，终于可以上颜色了。刷完之后才发现这个楼梯背板是镂空的，从下往上看根本就没有彩虹的感觉，赶紧又订了几块铁板，把背板封上。现在来看看成品吧。彻底撕干净之后，才发现墙面酥掉了，找了朋友过来帮忙看看，结果工程量越来越大，墙皮不仅要铲干净，就连空鼓酥掉的也要铲干净。后来一鼓作气，卧室吊顶也拆了，紧接着就开始刮腻子糊大白。这大冬天的，墙面又不好干，反正是费了半天劲，这么个简单的大白墙才搞定。幸运的是，我们还收到了粉丝送来的地板。看着这地板呢，这地板哪来的？粉丝赞助的。拉倒吧，你告诉我花多少钱？真的是粉丝赞助的，你这不他问需不需要，我说需要，就给拉来了。你该不会把1万块钱花完了吧？我有钱吗我？他说看我们这个地面极其的不整齐，看着很别扭，这也是最近我们遇到的最开心的事情了。铺完地板，咱这个小院就可以正式搬家入住啦。我们这个胡同小院最方便的就是院子里有2个厕所，不用怕跑到胡同里去上公共厕所，光这一点就太幸福了。这要赶上闹肚子的瘦羊鬼。为了让这个卫生间有那么一丝丝青春的活力，我们决定给卫生间做一个风格上的改变，把原来这个冷冰冰的卫生间变成复古小绿风。提前把柜子刷成一个复古灰，我选了这种自粘的壁纸，既快捷，价格又便宜。我发现，由于屋子里太冷，这些贴纸都冻脆了，稍有不注意就裂了。上面这种纯色的最好粘了，接下来是这种小方格，需要拼接对花。最后再放上这个小黑柜，这跟我想象有点不一样呀，有点太丑了吧。普通小院进家具的阶段，这次我们专门从网上淘到了那种价格很便宜、很实惠的家具。等我们安装好了，你们来猜猜看，我们这些家具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我也没想到这么大的桌子安装还挺简单，安装好餐桌再来安装这个餐边柜，看着快递挺小的，还以为少花配件了呢，一拆才知道，真是每一块缝隙都不放过呀。
每一个成熟的家具背后都离不开一些小小的失误。最后还是请了邻居大哥来给我们帮忙才搞定。这个1.8米的餐桌才800块钱，还有这个餐边柜才200块钱，这不是很划算？随着第一批家具的搞定，真是太冷了，我决定给这个小卧室量到了在第一步安装床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，长短螺丝用错了，桌腿也按错了，最后没办法又请了邻居王大哥来帮忙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可算是把这个奶油小床搞定了。你行不行啊？不行。这是床垫子吗？对啊。不是这么窄一条，我咋睡呀？这咋躺啊？这是卷包到家的。刚刚这么小的床垫撑开之后居然有25厘米厚，你看这个床垫里面的材质清晰可见，一看就是那种真材实料的好东西。安装好落地灯，再把4件套铺上，小暖气打开，这屋一下子就暖洋洋了。要问我最喜欢我们这个胡同小院的哪个房间，那当然是我们这个院子啊！一直以来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小院子，但是这个院子却有些冷清。我们把院子里的小青砖全部都翘起来了，然后在原来青砖的位置上铺满了白色的小柿子，这样整个院子看着明显就亮堂了很多。紧接着就发现一个大失误，之前为了省事儿，把翘起来的小青砖全部都放在了院子里，但是现在不仅碍事儿，还很影响美观。于是我就想起来我们的粉丝，不然说是铁粉呢，一个电话说到就到，还带了自己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搬砖，就这么轮番上阵。这么个小砖墙就清理掉了。我说还有活还找你啊！好的，走吧。哎，这么大的空地儿，咱给它种点花吧，给弄个花圃。这大冬天的上哪儿整绿植去？都冻死了。要不说我们几个能一起租房呢，一个比一个能折腾。胡八栋呢？没有，室外能养吗？这是室外都有。你也是户外不养。这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全部都是室内的小绿植。这个胡同小院的卧室既明亮又宽敞，缺点呢就是太宽敞了，还需要很多的小家具来装扮起来。我在网上看上了一个编织柜，准备买来当床头，找了个铁艺店铺定做了个铁架子，再买了点棉线，前面几圈都挺好弄，直接这么一圈一圈的缠绕就行了。到了中间那层就有挑战性了，要缠绕出那种层次感，所以要从之前缠绕好的线圈下面掏出来，经过这么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缠绕，没想到还把手划破了，疼啊！怎么擦越擦越出来了？纯手工的我知道为啥这么贵了，就我这个小柜子，给我3000我都觉得卖便宜了。当然这都不是什么麻烦事儿，最让人头疼的是解开这些缠绕的小线团，最终用了6个多小时才把这么个小床头柜弄好。谁要是敢把这个弄上点油点儿，我跟你说，弄死他！是我们搬进北京胡同的第一个新年，之前因为装修没少给邻居们添麻烦，我们准备做一些新年礼物送给街坊邻居们。老师给讲解一下，我们拿出自己的东西，一人拿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，然后这个是墨水，墨水2人1瓶啊，2人1瓶。这好像是真的给它捅开的，感觉好像还没开呢，看着呢。老师，这是等你。不错啊，你有大了。大概用了2个小时，给邻居们做的福字都太好了，晾干之后就给大家送出去。这个东西咋做呀？我脑子里没有画面啊。你上网搜一下，你看泥炉制作。就是3角活泥嘛，3角活泥嘛。字虽小，但是我们分工明确，大姐打水做辅助，我来和泥做基础。海边长大的豆豆说这做泥炉就跟在海边玩沙子一样，所以他来主做泥炉。我以前不能成婚，那小孩抢着跟我玩。先做个底座，再用铁丝搭一个通风口，外圈再用铁丝固定一下，上面再糊成炉子的形状，戳几个小洞。泥炉的形状做好后，再用炭火把红泥烤干。
没放手，没放手。哎呀，又掉渣了！哎呀，跟老虎一样啊！哇，你这好好呀，咱这炉子虽然有点土吧。但是我们的胡同现在却是都能写字儿了。在这，这脚。幼稚，谁瞎3个脚趾头？迎接新年的第一步，那必然是大扫除呀！拖把、刮水板齐上阵，这屋里的玻璃比外面的玻璃还脏。大家在一起干活的样子，真有一种小时候在学校擦玻璃的感觉。把它要成净的呀，跟镜子差不多。玻璃擦干净了，争取把地面擦得一尘不染。这种浅色的地板真是不显脏，其实地面上已经一层灰了。最后再把小院整体的冲洗一下，现在的小院就可以迎接它的新年新装啦。为了迎接新年，我们要把小院装扮成买了很多红灯笼，准备挂满整个房顶。但是我尺寸买错了，太小了吧？怎么这么小？我以为是这么大的。挂在屋顶就像个小苹果似的，跟我想要的效果差得太多了。赶紧又跑到市场采购了一批，红咚咚的，真的是太热闹了。换上大灯笼之后，这喜庆的感觉立马上来了。不过大家要忽略我们这个布满落叶和灰尘的屋顶，天太冷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。这是我们胡同小院的客厅，一个简单的3人沙发，一张发热地垫。这真的好烫啊！我决定自己做个沙发来看一下效果。准备4块海绵，纯棉白坯布、科技布各4米，珍珠棉10斤，拉链2条。根据海绵的尺寸和厚度，把白坯布和科技布都裁剪成如图的形状和大小，再把它们缝合成沙发布袋的形状。不是吧？21世纪了，你还用针缝啊？那用什么？缝合成一个沙发布袋的形状后，就可以把海绵塞进去。空余的地方可以塞一些珍珠棉来填充。封边完成内里的制作，外套的制作就按照内里制作相同的方式把它们缝合起来，最后把内胆使劲装进去。觉得矮的话，就可以加2个垫子叠加起来做。来客人了，人多了就可以分开做，2个拼接起来还可以当单人床使用。最后，小姐妹还是找来了外援帮我完成小心愿。你别说用投影仪来打底这个方法看着真不错，就看着小姐姐这么一番操作，大概能猜出来要画的是什么了。底稿完成了，接下来准备上颜色。一个假动作，刷墙这事儿我的小姐妹干的还是不错的。上色还需要一些耐心，会画画的人真厉害。咱的壁画的雏形基本完成，接下来处理细节，来看看小姐妹的画工。不用那么实，就带给它粗了，姐们儿，太粗了。什么？我觉得这一片我要盖一遍。失败了，自己来吧。我们4个北漂在北京胡同的家，第一次租这么大的房子，房间也是空落落的。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房间7七8八拼凑起来，才花了150。先稀释一些白乳胶，刷胶盖纸，几乎看不出什么透明度之后，就可以完工了。这种凹凹凸凸的样子，现在有了一种月球表面的感觉。再经过1夜的彻底晾干，
顶的就是这个破门。但是换一个预算有点高，之前做沙发还剩下一些珍珠棉，不如做个棉门帘。对，你没看错，还要做一个中式风格的棉门帘子，裁剪好布料。印象中家里做被子好像也是这样，内胆布料上铺好珍珠棉。这么多步骤我只是见过，但我从来没有实操过。我这样剪了，我的出息了。对。哇。稍微缝几针，固定一下珍珠棉，门帘套再这么一套。相比较之前这个破门，这个棉门帘还是挺实用的。这远了看真不错呀！这东西多好看呀！要画丙烯画，看着大家热火朝天的准备着，我就在思考我要画一个什么呢？先简单的打个底，这个声音还挺减压，简单的按2块颜料就画出来个小桃心，哈哈哈哈，真是又简单又好看。再画一幅专业的小红花怎么样？第一笔就画错了。接下来看到的是艺术流派的创作。别问我这是什么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最后一幅我真的要好好画了，谁成想镜头挡住了，一个没拍到，直接看成品吧。这是我画的3幅，这是我小姐妹画的，你们说哪个最好看？我们这个胡同小院有一个重要的房间，将近半年了，一直都没有正式启用，就是因为太脏了。这个地儿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。不是我们懒，是这个脏的程度我都无法下手清理。紧挨着这个厨房的呢，还有个大卫生间啊，对，这个厨房挨着卫生间的格局，我当时也是惊呆了。同样也是脏乱不堪，朋友推荐我们不如直接找个保洁来清理，既省心又省事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钱花的是真值，顽固的油污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就连损坏的下水道、卫生间的灯，热心的师傅顺手全给我们维修了。第一次发现这男保洁员真不错，干的活又干净，还能给维修。经历了将近7个小时的彻底清理，来看看现在的效果吧。我们从清洗屋顶改为拆屋顶，但是从哪儿拆真是犯了难。先拿锯子开了一个小口，顺手一推，竟然撕开了。我的妈！扒开一个小洞之后，发现外面的天空实在是太好看了，一鼓作气赶紧拆。顶棚还有螺丝固定，这个顶安的是真结实。可能是我们干活的声音太大了，隔壁王大哥也过来帮忙，忙活了一下午才拆了2/5，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第2天继续拆，别说这个活干的确实是累，一不小心还受伤了。但是这个活特别的上瘾，就想着把它全拆干净了。耗时2天，我们这个小院终于看到了干净的天空，但是现在院子的地上真的是一片狼藉。之前我们有院子顶棚的时候，附近的小猫总是在顶上溜达。现在顶棚拆掉了，小猫就少了一个娱乐区。我们想着给小猫做一个猫窝，用了之前剩下的木条搭出一个基础框架，上面再架一个屋脊，四周钉上板子来防风。外面用了之前做沙发的布罩上，还剩了一些做门帘剩下的布。想搞一个中式宫廷的小猫窝，做好之后抬到2楼露台。这个怎么越看越瘆人呢？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！赶紧撕掉了门帘，重新调整了一下，用这个卡片模板喷上一些小装饰，这样看着就有一些绿意盎然的感觉。现在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你们说小猫咪能过来住吗？被无数网友吐槽的脏屋顶，耗时2天，终于清理干净了。就是这个地面让我们搞得一片狼藉。今天清理一下小院的垃圾，扔垃圾的时候，胡同里的师傅也过来帮忙了。看着一地的垃圾，现在对于我来说都是小活，可是这小石子上的垃圾就不那么好清理了。这人扫不干净呀。
于是我们又萌生了一个无比折腾的想法，再把原来撤掉的小青砖再一块一块的铺回去。当初铺石子儿有多爽，现在就有多累，耗时一整天，这小石子儿就这么一块一块、一袋一袋的清理出来了，真的是太累了。距离完工还有画面真的是似曾相识，当初就是这几个人把砖搬走的，今天又来一块一块的搬回来了。相比较清理石子儿、拆顶棚，铺砖真的就是小活。加油！这是个大活，我无法做到，我只能在旁边助阵。小院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工，接下来就准备我们真的是太心急了。在我们把小院收拾利索之后，就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小院的夏日景象，于是采购了一些仿真树叶，打算缠绕在小院的架子上。原本以为这是个大工程，没想到大家分工合作，分分钟搞定。最后再缠绕上一些小串灯，这样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是美美的温馨小院。全部都布置好之后，还想增加一些庭院的绿植。纸实在是太美了，我们决定也尝试做一下。先用皱纸裁剪出荷叶，再用铁丝把每一片荷叶用胶枪粘住固定。没想到这个还是很好上手操作的，只要细心一些就行。现在的这个小院真的是太好看了。我们这800块钱的餐桌买的特别值，做手工当书桌，属于我们这个小院利用率最高的一件家具了。最近我们采购了一大批物资，准备把这个破旧小库房改造成一个活动空间，扩大1倍。第一步就是把这间屋子清理干净，这东西属实是有点多，真没想到不到半年我们能有这么多杂物。顺手再清理一下窗户口的落叶，没想到窗口的落叶还挺多，直接上房清理方便点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直接变成了一个大工程。虽然是隔壁邻居家的房顶，但是落叶都基本堆积在我们的窗户口，随便清理一下就搞了一大袋垃圾。今天风太大了，只能简单的清理一下。接下来就是搞这个发霉的墙壁，有了之前处理客厅壁纸的经验，这次我们清理墙面的壁纸只用了15分钟就全部搞定。看着这发霉的墙壁，我们却犯了难。找施工队可以直接解决，但是价格太高了，因为有霉，直接贴自粘的壁纸有点贴不上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我们要把这个破旧的库房从这样改造成这样的书房。昨天耗时一整天，我们把这个凌乱的房间清理干净了，还清理了一些堆积在我们窗户口邻居家房顶的落叶。结果今天邻居家就刚好要拆顶装修了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一下墙壁发霉的问题，点一下漆。这家看着挺专业，店员说这种漆可以抗污防霉，但是发霉的墙壁还是要铲干净再刮腻子才能刷漆。这么操作下来，感觉价格不直接上墙粉刷试试，没想到还真盖住了。趁着墙面彻底晾干的功夫，我们把椅子和桌子组装一下，还搞了一块白板，平时写画画的挺方便。现在书房的基础改造已经完成了，这么看来，我们这个快速改造好的书房是不是还行呢？咱这个小院怎么也得凑个热闹呀，前2个一时半会儿真整不了，但这卫生纸的我们可以。肯定又有人要吐槽我们了。看着简单的很呀，果然是眼睛学会了，手没学，拿着一根小棉签来点胶固定一下。接下来就开始不停的卷，按照心目中玫瑰花的样子卷，想象一下玫瑰花的样子继续卷，就这样一颗洁白无瑕的玫瑰花就做好了。多少给玫瑰花化个妆，有点那味儿了。做这些花看着简单，算了算，一共用了5个小时，逐个再固定到画框里。一幅立体玫瑰花装饰画搞定。小院种一些鲜花，由于我们的地面都是硬化的，就购买了一些庭院花香。在我们骄傲的以为现在没有说明书就可以完美的安装的时候，不出意外的就出意外了。大小相装错了，沉浸式返工。安装完毕，准备种花。挑选了很多品种的花，想象着未来繁花似锦的样子，就干劲十足。呀，带刺的玫瑰。现在小花株都种进去了，美中不足的就是土埋少了，等待新土再填入，期待着这些小花茁壮成长。第一次养花没有什么经验，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云养花的队伍中来。
自从我们把前面这个脏乎乎的顶棚拆掉之后，我们这个胡同小院的整体居住感立马提升了一大截，房间的光线变好了，空气也变好了。邻居看到我们这个小院都称赞我们这个活干的也是值了。想把后院的顶棚也拆掉，原本这个顶就有一些漏雨，并且有一边已经塌了，这个架子本来就有一些不稳。大爷说我们没干过这些，不让我们帮忙，咱今天也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当个监工了。大爷拿的这个工具有点似曾相识，之前拆屋里地脚线、拆顶子用的也是它呀。看来这是个拆家小帮手啊！我们之前还觉得用手电钻已经是很好拆卸了，但大爷这个拆家小东西3下2下就把这个塑料板子从螺丝上别下来了，也就用了半个小时，第一块塑料板成功拆掉。这现在看看上面多敞亮，紧接着再来拆第2块顶棚。由于空隙太小，要想把这块塑料板取下来，还得用电锯把架子锯开，这火星四溅的，看着有点像打点花的表演。拆掉。接下来就是拆这些铁架子了。我以为本来也塌了，还挺好拆的，可实际上还得用电锯一点一点的把大块的铁架单独锯拆。和大爷聊天的过程中才知道，他已经60岁了，真的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别说60岁，就是我这20啷当岁的也干不了这活啊！2个多小时之后，这个网格状的铁架子就彻底拆除了。现在看着这真的很舒服呀，这后院立马就显得宽敞明亮了。头铁的是。一屋子的鹅。现在后院留下了一地的落叶，这春天扫落叶的景象也只有在咱们这个小院能感受到了。也就这么七扫八扫的，落叶装满了一大袋子，顺手也把树坑里的大白石头清理了一下。主要是这里总是散发着阵阵臭味儿，专门跑到社区借了一把铁锹。社区大姐还夸我这个防尘服穿着干活真不错。其中很多网友还吐槽我们臭讲究，用了半天时间把这石子都铲干净。虽然还没想好怎么装饰，但是感觉大树会舒服很多，也没有奇怪的味道了。就是这几包清理出来的大石子没想好怎么处理。小姐妹说这墙面也太脏了，之前刷外墙的时候还剩了很多外墙漆，调好颜色后直接开刷。一撮一个狠活啊！整个过程很治愈，但就是有几个区域不上色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现在后院对比之前不仅宽敞明亮了很多，而且整体感觉也很舒服，没有了那种闷闷臭臭的味道。下周就把这里装饰起来，争取搞个网红打卡地。院里院外都是一层灰，今天天气放晴了，再看看后面几天也都是晴天，高低得安排一个大扫除，顺便给客厅区域的家具换换位置，提升一个新鲜感。哇呀，这是一个擦了地毯的吧？这是擦了第一遍地的水，这是擦了第一遍桌子的水，感觉都能当照妖镜了。搓衣板凳一往桌子上面放，立马就有一种学校大扫除的感觉。又擦了2遍地，这个水还是这么脏，这地面也都是黄沙和鸟粑粑。简单扫扫后，就用咱的小喷枪开始冲洗。没电了，果然最后还是最原始的东西比较靠谱。现在整个小院空气质量为优。八姑这么个四合院，这哪是北漂呀？这都是富二代吧？这个其实算是个胡同小院，整体呢比较规整，但也不算是那种传统的大杂院。前后有2个院子，还带一个2层的小露台，真的是美得一塌糊涂。并且还带前后2个卫生间，也是圆了我希望有个院子的梦想。真的很期待天气回暖，墙面也粉刷得干干净净。现在这个墙面看了就光秃秃的，今天准备在粉刷干净的墙面上搞一个网红花墙。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是仿真花，做的也太逼真了吧！不用手触摸，还真以为是真花呢。原计划呢是在墙上钉几个钉子，花束呢5个扎一颗，5个扎一颗，逐个的挂上去。这样的话，预计最多1个小时就可以完工。但实际上这个计划失败了，不是墙面钉子打不进去，就是这样摆放花不够，1个小时后墙面还是那个白墙。第2个计划启动，把花一支一支的绑好，固定在1根线上，再整体的挂到墙上。这个就是有点耗费时间。就在我们一支一支的缠上花的时候，咱就灵机一动，这个是仿真花啊，枝干是铁丝呀，我稍微弯一下枝干不就行了？再一个一个的挂到线上，这样既便捷，还可以随时调整间距。于是我们就有了第3个计划。白忙活了一上午。8支逐个挂好之后，还缺少一点点点缀，这样呢，咱就手工雕刻个镂空字，最后再踏到墙面上。
北京的天气渐渐暖和了，咱这个棉门帘就正式下岗了。紧接着就露出来咱这个小院最煞风景的破门，四处漏风不说，还总是开不开。无意间在房顶发现了2块破门板，看样子应该是原来这个位置的门。这门看着比现在这个门可好看多了呀！我们决定把这个门翻新一下，重新安装回去。第一步，我们几个就琢磨了半天，研究着怎么把这个门上的玻璃取下来，最后才发现是用门框把玻璃固定起来的。哇！这个玻璃可真是饱经沧桑。玻璃清洗干净之后，准备开始打磨门框，把原来的漆打磨掉，再刷一层新的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用小磨机，不真正上手不知道，这小机器劲儿还真大，普通女生的力气根本压不住它。最后还得是靠咱的重脑力。打磨的时候才发现，这次这个门应该算是第3次翻新了，能看出之前已经刷过1层漆。2块门板全部打磨完成了，咱这个小后院也满是木屑，用高压水枪整体喷一喷。现在看着还是把顶拆了好，有点灰尘脏了都可以直接冲洗打扫。这要是有顶棚，清理起来可费劲儿了。清理好的门板放在前面院子晾干，明天开始刷漆。哦，哪一点啊？咱垫木地板。这活现在干的是越来越复杂，原来的门也不合适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今天是我们拯救破门的第2天，本以为刷个油漆再重新安装上的事儿，由于我们之前装修铺了地板，整体垫高了一些，现在门不合适了，大概率得先锯门了。但是我们先刷了漆。门板刷好之后，咱就开始锯门，可真的是好难啊！用手锯进度太慢了，用锤子凿也特别费劲。最后又找来了邻居王大哥来帮忙，锯个门都冒烟了。院子里锯门的同时，屋里把之前的破门和门框上的木条也拆下来了。第1扇门打磨好之后，安装上玻璃和荷叶，终于到了安装门的环节。差点啊，我得把这一条拆了呀，还是这个问题。门框上面那根木条也得拆了，这个活干的真的是太复杂了。第1扇门终于能安装进去了。这里想说能安个门儿，紧接着打磨第2扇门。你们关不上了是吗？没摸够，下面是在磨磨。第1次关门失败，第2次关门。好难啊！这个再往后挪挪，再往后挪挪，调整荷叶进行第3次尝试。第3次关门，还差点儿。那也得咱能继续给门瘦身，拆掉门上的木条。这第4次关门了，第4次关门。这个门应该是在屋顶风吹日晒的都变形了，还需要继续调整和门框适配。老狼请手机呀。第5次关门，前那个破门可好看多了，付出的辛苦也值得了。看我们院这位小伙子又闲不住了，非要将这节断了的树枝搞一个艺术创作。这年轻人，我搞啥？对于这个大树枝子，在我眼里除了砍成柴，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作用。但他说要做成这样。但是真的面对这个大树枝的时候，却有些无从下手。我想把底部锯得平平整整的，这样就好立在那里。但是昨天刚刚锯完1层门板，都已经冒烟了。但面对这个大树枝，真有些力不从心。这谁能整得了啊？拿斧子吧，一下劈下来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尝试后，发现这树枝不用锯平也能立住。咱也不是那专业的人，就不费那专业的事儿了。接下来就把上面斑驳的树皮撕掉，用麻绳稍微装饰一下，缠绕在树枝上，对上面多出来的枝丫打个孔，用闲置的灯拆解一下，把灯泡和灯线重新利用。不过这么一番操作下来，多少有些突兀。再拿出之前制作的小摆件，咱就是说，基本都是闲置。这么拼拼凑凑的，最终感觉还可以。你们觉得呢？
和这个彩虹楼梯说再见了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冒着严寒，把原本单调没有特色的楼梯刷成了彩虹色，给后院添了一些色彩，结果却被网友吐槽说我们这里幼稚的像幼儿园，整体显得格格不入，都没有童年。经历了一整个冬天的洗礼，这个彩虹楼梯变得斑驳不堪，彩虹的颜色真的是有一些不耐脏。买了新的金属漆，今天给他们穿回原本的灰色衣服。谁家鸟这是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绝了！灰色的楼梯与红门、灰砖确实会协调一些，但是总觉得会缺少一些特色。等刷好之后，再把这个镂空的部分固定了回去。我们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焊接，可别是嘛。最后用小星星灯在楼梯上点缀一下，来营造一些小小的氛围感。来看看晚上的效果。谁会不向往拥有一个露台小院呢？北京2环租的胡同小院，天气渐渐暖和了，我们想把这闲置了大半年的露台好好收拾一下。第一步，先把地面和栏杆刷上新的木蜡油，烧油之前得先打磨一下，其实是应该用角磨机来打磨的，但是之前改门的时候看到用角磨机实在是太吓人了，默默的放弃改用手磨，可能不会打磨的那么深，但最起码安全不是。不过也是真的累呀，手腕和手指磨的都没力气了，甚至手套都磨破了。我带了个新的，破了个洞。还有一半的地面没弄呢，这得磨到啥时候？那就浅浅的尝试一下，用角磨机磨吧。放心大胆加油磨。用机器确实快，但心里是真的紧张。趁着天还亮着，抓紧把木蜡油刷好，等明天地干了还有大活呢。之前刷漆都是水性漆，味道不算是很大，但这次是油性漆，太上头了，越靠近味道越刺鼻。干净的露台真的不是能随便拥有的。但是我有个疑问，是这个地面露台太粘久了，还是我们打磨的力度不够？怎么刷上木蜡油都黑乎乎的？这么不足4平米的小露台，弄得我脚都发麻了，站起来的那一刻眼前发黑。我的腿不是我的腿。木蜡油一滴不剩的刚好刷完，现在就等着木蜡油干了，再用房顶剩下的竹排搞点大动作。我们要把这个破旧的小露台变成向往的小露台。晾了一整夜，木蜡油干了。大家说这个地面我们没有打磨到位，但是已经刷上木蜡油了，会比之前看着干净一些。我们自己还算满意了，能干干净净的就行。还有一直放在房顶闲置的竹排，一卷一卷的，也不知道之前是做什么用的。恰好我们觉得这个露台没有什么私密性，直接就能看到人家的窗户。如果是晚上这里开个灯，也许还会影响到邻居。我们就想着把这些竹排固定在这一面栏杆上，看着这契合的尺寸，估计以前这个竹排就是这么用的吧。感觉固定还是很方便的。翻找出了之前忘记做什么剩下的宝贵软铁丝。上楼的时候还遇到一只大胆子的猫，我们离它这么近，它都没有跑，悠哉悠哉的。实际绕铁丝的时候有点不太好从后面绕，刚准备翻到栏杆外面，小姐妹就卡住了，结果咱就一个大迈腿轻松翻过，里外配合一整面大竹排就固定好了。还剩一点仅剩的软铁丝，刚刚好用完，多1厘米有点多，少1厘米有点固定不上。顺手再把这看着奇奇怪怪的木条拆下来，凸出来一块，好奇怪呀！给这个竹排整体刷洗一下，最后来个点睛之笔。它为啥不是给安好的？好好的买了个灯带，结果还要自己接线，人生第一次啊！接线的过程全凭着网上各种短视频教程。至于能不能成功接成，会不会短路，我内心也很紧张啊！有点错。哇！好厉害呀！居然真的成功了！接下来固定灯带，来看看效果吧。这新梯子，我把这个旧梯子扔了。别呀，这样东西还能败家呢。这把装修时留下来的梯子，每次用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，但是这大半年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今天咱买了一个新梯子，要和这个旧梯子说再见了。不过确实有些不舍，放着呢又有点碍事儿，那就让它换一个新的方式，继续发光发热吧。把梯子上多余的线和杂物清理干净，再用砂纸整体的打磨一下，翻找出颜料，调配出一个亮丽的颜色，放在小院儿绝对很吸引人。本来都挺顺利的，结果天公不作美，慢慢的开始钓鱼点了。还好我们准备了天幕，直接固定在架子上，下着雨在院子里，完全不影响咱干活。
本来是想用麻绳缠绕出一个平面的，这样梯子之间的空隙就有了一个支物架的功能。但实际操作后发现，买的麻绳太细了，还让麻烦不说，梯子之间的线还拉不直，还是老老实实的锯木板打。现在这个梯子真的是太亮眼了，又把院子里的小田花栽好，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上周我们用破旧的梯子做了一个小花置物架，还剩了一些木板材料，准备做一个小院纸质。裁剪好木板，搭出一个房子的样子，再做一个小屋檐，切一块长木条当支撑杆，原本有点太宽了，看着有点愣，稍微细一些的看着更协调。就是我们这个切木条的方式有一些粗暴。木板全部都固定好了，再给他们穿一件新衣，结合了上次的撞色楼梯，这次我们也要搞一个撞色的搭配，这样看着才有夏日的感觉。指示牌都刷好了，分别给前面小院这几个屋起了名字：小饭桌、快乐窝、小黑屋。搬来几块木板，刷上木蜡油，晾干后开始组装。把这间卧室装进客厅里，在小院住的时间久了，才发现我们在最初的格局设计上有不合理的地方，浪费了一个采光很好的房间。于是我们准备把这间现有的卧室改装到目前的客厅区域。为了更加美观，我们要把卧室的这个区域做成洞穴感，先把这部分的物品腾空，测量好距离，再采买一些物料。并且找了木工大哥来帮忙，主要就是这个曲线锯，看着人家使用行云流水，但实际操作可不那么简单。师傅说他刚开始学这个曲线锯的时候，都把鞋锯开了，差点锯到脚。这专业的事儿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吧。反改造就是保证一个安全第一。切割好框架木条后，刷一些乳胶，用气钉固定，结果却被师傅这个气钉重创。换上钉子头就可以钉木板，换上分头就可以吹灰。师傅每锯完木头身上有灰了就吹一吹，尝试了一下，真的不错啊！出纱窗、窗户缝隙都可以吹得干干净净，真的适合居家做清洁。框架部分的一些接缝处有空洞的地方，就可以打一些发泡胶来填充，再用石膏板来搭建圆弧部分，测量好所需的圆弧半径，根据半径裁一根木条画出圆弧，这么一个洞穴圆弧就做出来了。准备好水平仪，气钉固定圆弧，最后根据框架中间的宽度裁剪几根木条，每间隔5厘米画格子，在保证切开不切断的情况下，用曲线锯沿着所画的格子切开，这样一根笔直的木条就变得柔软有弧度了。涂抹一些乳胶固定上去就好。同样，外面一层石膏板也是在画线后切开不切断，然后固定在框架上。洞穴卧室的主体框架就这么完成了。上周我们把客厅的区域搭建出一个洞穴感，今天就到了我们发光发热的时刻了。不腻子，但说这么专业的活怎么没叫师傅来帮忙？师傅一天工钱贵呀，大活都让师傅干了，就这点小活咱还是能干的，无非就是慢点，能省则省。就这手法还是之前客厅刮腻子的时候看师傅这么操作过，看着就像给蛋糕抹奶油似的，但实际操作的整个过程远远比我想象的复杂且麻烦多了。不是腻子不听话，就是手不听话，反正咱也是第一次干，慢工出粗活，整整一天，咱就是处于一个和腻子、涂腻子、再和腻子、涂腻子的一个状态。整体刮完腻子后，等待晾干，明天还要刷漆打磨。在小小的房子里磨呀磨呀磨，在大大的胡同里磨呀磨呀磨。昨天把腻子都糊上之后，今天晾干后开始打磨加刷漆。打磨腻子不是啥技术活，就纯靠力气磨加脏，刷着笔就掉眼睛里了。掉眼睛里了。以为戴上护目镜能好点，没一会儿太轻了，眼镜上全是腻子的，纯靠一双手，从白天磨到黑夜，再从黑夜磨到白天。整体打磨后开始刷漆。接下来就是一个无脑搬运，对于我们这2个女生来说，无疑是拼尽全力，在这个院子里真的是干过没干过的活全干了。
家具都安装好之后，来看看整体的效果吧。这4个空间改造要比之前的布局看着舒服了很多。也截止目前，小院的硬件装修全部完工。接下来闲不住的我们将制作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小东西，就干搞了一张大纸板，根据比例画出爆米花头。弄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要做咱就做个最用心的。于是我们几乎从织布开始，先组装一个框架，布框准备好之后，再绷上网格布。但是绷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意外，我感觉绷这个也是个技术活呢，要绷不住它啊，老跳。这那里能出来？它这个尖儿的朝向就不对，它这一条好像钉反了。人家地箭头呢？这个框子是有讲究的，上面的钉子方向和箭头都在提醒我们，它们各自应该朝的方向。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注意，结果就是网格布根本绷不上劲儿，怎么安装的怎么拆了重新安装。1个小时后，进度为0，重新安装好木框。走，你的手感。这下面又发现我们少买了2个固定在桌子上的夹子，不过也不影响使用。用纸板在网格布上画出所需要的形状，咱就用这个高科技开始突突了。刚开始有个知识练习，可以说是很不熟练。到了下午逐渐找到感觉，于是咱就开始疯狂突突。第2天手腕直接干废了，贴上膏药继续突突。咱就是说我这个小姐妹怎么这么有福，能收到这样的礼物？就这么从早到晚的涂，终于把布全部都涂好了。把这几块大布都缝合起，弄这个弄2天，快累死了。在做最重要的爆米花，这也没什么特定的形状，就随意的缝，再填充一些棉花。不过现在做好了，有点像小冰朵，添点颜色，增加一些焦糖感。箱子内还用白布制作了一个内衬，这样无论是从外面还是里面，看着都整整齐齐的。最后再用推子修剪一下多余的杂毛，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胡同小院正上方有一棵又粗又高的树，本来在院子上方遮点阳光还挺好的，谁成想它天天往地上掉这个小花花，每天一开门满地的小碎花，并且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臭香椿味。小伙伴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？现在的小院时时刻刻的就是一地小花朵，刚扫完地不出5分钟，又落满了一地小朵。本来想给树木修剪一下树枝的，可这大树实在是太高了，就算剪了下面的树枝，这高处的树枝也无法修剪到。从网上淘到了这种蔬菜大棚专用的遮阳网，既遮阳又透气，价格还实惠。把顶上的小装饰都取下来，也要和这个小串灯说再见了。一边拴一根绳子，遮阳网上挂上挂钩。但是我们又量错尺寸了，之前买窗帘量错了，安门量错了，量尺寸这事儿在我们身上就没弄对过。还好咱经验丰富，稍微折起来一部分固定就行。看这刚挂好的遮阳网，就已经有一些落叶和小花花了。不过地上终于能干干净净的了，终于也不用再扫院子。这女的就发现卫生间的墙纸开了，当时为了省几个破钱，直接买的防水贴纸，那会儿是省事，现在给自己找麻烦。瞧着接缝的地儿也不沾了，墙纸里面也反潮了，关键是还老有发霉的味儿往上窜。先把能清的东西都清楚，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墩布呢？还等徒手搬洗手盆，我可笑。等等，这水管还没卸呢，这女的能处，有活她是真干的。卸完水管，给这老祖宗请福，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看上这破柜子了。搬完就开始撕吧，撕开下水道，给我们吓了一跳，怪不得有臭味儿了，这里面都发霉了。妈耶！用消毒液把卫生死角清理干净，最后用水再冲一遍，齐活儿。真是下血本，这女的竟然买了瓷砖漆，天蓝色淡淡的，不知道好不好看。墙角先糊上胶带，防止一会儿滚的时候参差不齐。把漆勾兑好，咱就可以开滚了。还别说，这个天蓝上墙还是有点好看的。滚完墙面，用刷子把墙角补齐，角落也别落下。这回看着是不是有点那味儿了？来给个特写。花了大半天，总算给卫生间刷完了。接下来就是把新买的洗手盆安上，打胶的活儿还得请出隔壁的二大爷，那叫一个嘶吼。再摆上香薰、小雏菊，配上天蓝色的背景墙，该说不说，这女的审美是在线的。最后恭喜这女的有了自己的专属休息室。在北京，走在角门的街上，在北京，炫目着我心爱。前2天，这女的把卫生间从牛油果绿换成了地中海蓝，用了2天卫生间，她都没觉得不对劲。在网友的提示下，她终于发现卫生间没有镜子，又做了一个什么深渊花海镜，哪儿来的大纸板子就往桌上铺，连镜面都买好了。她可真是诸葛亮爬高楼，万事俱备。按照镜子的大小画好线，看她裁剪是真费劲啊。画了线都歪七扭八的，真要不画线，还不得裁个7仙女去。
这跤打得跟闹着玩儿似的，怎么越看越像画王八壳的？这镜面就这么放上去了，这要是能粘得住，我把我的火眼金睛扣出来。什么情况？他竟然弄了一圈固定住，我真是想又是灯带。我就问问你们女孩子都这么喜欢灯带吗？我的天哪，真的有深渊的感觉。实验成功，再接着打胶。白天天拍他干活儿是真累啊，把我们之前装饰小院后墙的花儿拆了下，洗吧洗吧还能用。收拾完花儿就给它塞进去，整整齐齐的码放好。终于可以盖上镜子了，再铺上一圈大花花。齐活了，齐活了！来，先看下效果，就说好不好看吧。上墙看效果了，家人们，还要自己对着镜子来特写。这是不开灯的盛世美颜，这是开灯的花容月貌。怎么样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很哇塞？我们决定扳回一局，再做一个花海系列。您别说，还真有。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他从哪儿偷回来一个这么大的轮胎。这洗轮胎的活儿肯定得我来了。洗完晾干之后，给轮胎打胶，安上底座。再打孔，安上4个座。千万别忘了贴上防滑垫，然后需要2个大力士把它搬过来，轮胎茶几的雏形就出来了。接下来就上麻绳，一圈一圈盘它就完了。能不能不看了？能不能干点活啊？和我们卧龙凤雏2人之力，花了老半天才给它盘完。为了省钱，我室友买了干的不能再干的干花，干花不够，藤条来凑。当然还少不了最爱的灯带。加一个新家具，努力打造温馨的北漂小院。因为我们几乎一整天都会待在这个工作室，所以我们把客厅的沙发也搬了过来，然后把办公桌挪到了读书角的位置，大件都不缺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做一个落地灯练练手。我们花了几十块钱从网上淘了一些落地灯的零部件，万事开头难啊！因为是从不同的店铺淘回来的，所以大小尺寸都对不上。这个灯座孔太小了，但是灯带又太粗，穿不过去。但这难不倒我们。改做灯罩，这个扭蛋比我头都大，有8个应该够用了，但是蛋壳没有孔，问题不大，拿角磨机给它脑壳开个洞，啊，简简单单。开完洞以后，慢慢上颜色，蓝色、橘色本身饱和度比较高，刷2遍就够了，粉色、绿色吧比较浅，刷了3遍才有效果。放了几个小时，等颜料干透之后，就可以穿到灯杆上了。最后给他们赏个脸，一个多巴胺风格的落地灯就搞定了，一共才花了不到100块，是不是特别好？不，该有的一个都不能少。虽然咱没有绘画技术，但咱聪明啊，用投影把马里奥投到画布上，分分钟就能把轮廓画出来。可惜画布尺寸不够大，只能把马里奥分成2半。画好底图就开始打线，跟之前的爆米花地毯可不一样，这马里奥可是有鼻子有眼的，万一有个不小心，就落个嘴歪眼斜的下场。好在咱踩过2次坑，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露怯了。怎么样吧，家人们？瞧这大眼睛、大鼻子、大胡子，是不是栩栩如生？打完之后给马里奥叔叔做一个脸部护理，修剪一下胡子，再清理一下杂毛，在衬布背面给他糊一层胶水面膜。这样一来，马里奥叔叔的脸就变得光滑不掉毛，再晾它个3天3夜就可以取下来。修剪一下边边角角，然后包上一层防滑布，用热熔胶粘上，接着给马里奥的左脸和右脸做一个面部缝合手术，最后借来隔壁2大爷的推子，再来一次面部 SPA。这样一个英俊帅气的马里奥就出生了。
瞧这红红黄黄的大脸蛋子，是不是有点多巴胺那味儿了？关键是既可以挂在墙上做装饰，又可以放在地上当地毯。我是选择强迫症发，你们说吧，放哪儿合适？咱这绝对的熟练工种，还是用投影把画打在画布上。听说猛男都喜欢粉色，这个琳娜贝尔可是我从几十个版本中精心挑选，照着它的颜色特意买的亮粉色和亮紫色。这和我们的多巴胺小屋也很搭，给琳娜贝尔描好边儿就可以开始漫长的打毛线过程。身上还好打，但要可爱俏皮，全靠这大眼睛。粗绒墙还是些许粗糙的，这么精细的活儿的亲手拿钩针一下一下的钩。打毛线真的是个体力活儿，我跟室友2个人轮番上阵，足足打了6个小时，终于给它搞定了。打完之后，先用剪刀把杂毛清理一遍，再用2大爷的推子做一次深层清理，这质感一下就提升了2个档次。来看看上墙效果。之前我们决定把我们这个小屋改造成多巴胺风，我们徒手做了这个落地灯，做了这个猛男都爱的香薰罐，打了一个马里奥，打了一个琳娜贝尔，但这些看起来还是太小了，房间里还是没什么多巴胺的感觉，所以今天我们决定动手涂装一下这个房间。这个墙还是太白了，我们准备把这个墙刷上颜色，然后再手绘几幅画，这样一来整体感觉就会更多巴胺。这个桌子太碍事了，先给它请出去。腾出空间，灵魂小画手准备上线。咱也不知道画工到底怎么样，看这架势，反正是像那么回事。不由你耕田来我织布，经由你作画来我刷墙。咱就说这画面好不唯美，实在下多余了。因为画的颜色更亮丽一些，所以墙的颜色用的淡蓝色，这样搭配起来不会撞色。没一会的功夫墙就刷完了，它还真有2把刷子。作画可得慢工出细活，忒不得。我看刷完的油漆还剩下半桶，可别浪费了。我想起库房的小木桌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咱给它也刷了吧？我在院子里刷，省得碍你们事。桌面用这个奶黄色，桌子腿用这个猛男芭比粉，你们没意见吧？等几个小时后，屋里的大画家也完工了。来，看看我们的大嘴。怎么样？这个屋子是不是有拖把？他要做一个只是奶酪风的，那我们老爷们肯定不能这么奶里奶气，让他费劲巴拉的去泡沫。我说帮他吧，他还不乐意，生怕我给他去坏。行吧，你就慢慢去吧，我打个盹的功夫，他的一整蛋糕去好了。非要帮我去骰子，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赢我不择手段，反正最后给我的骰子去成了这个地方。行吧，咱大老爷们心胸宽阔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只是明明是黄色的，他非要整个淡粉色。不过是想赢得一些猛男的夸赞罢了，这下3烂的手段我可不需要，还学人家给芝士蛋糕挖个洞，太丑了，实在是太丑了。就这水平拿什么跟我斗？我们赌神的骰子就用红色，红的发紫，他又来捣乱了，真是猛男敢怒不敢言。骰子大家都知道，他直接给我来了个阿拉伯数字，我真无语了。阿拉伯就阿拉伯吧，好了，看成品。我们2个到底谁的手活儿更好？